雅琪，谢谢你从国外回来给我过生日。我们是10几年的闺蜜，你的生日我当然得来啦。你说是吧，景轩？嗯。我去个洗手间。晚上等你。你来啦？当着舒离的面勾引我，就不怕他发现？就他那个脑子，能发现才怪。也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和周淑离提离婚？再过段时间。人家等不及了嘛。我去开门。景轩，你不是说在公司加班吗？怎么在这里？雅琪她有点不舒服，我来看看。不舒服？我看看。雅琪，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你不舒服怎么不告诉我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不想让你担心。喝点水缓缓。好，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要是实在不舒服，我们就去。舒离，怎么了？雅琪，你是不是背着我谈男朋友了？周舒离，你真是蠢的可以。没有啊。那你这里怎么会有这个？舒离，这个我和景轩什么都没有。这个和景轩有什么关系？宋雅琪，我和你……舒离，对不起，是我和景轩对不起你，你不要怪他。舒离，你故意的。是又怎样？我们都在一起4年了，你还不和他离婚，我自然要自己想办法。这件事之后我再来跟你算账。舒离，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需要冷静，请你放开我。我和雅琪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请你放开我。裴景轩，你现在还要说你和宋雅琪什么都没有吗？我和雅琪只是一时冲动，不过你放心，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你觉得我会信吗？只要你肯原谅我。我的丈夫和我的闺蜜在我生日当天做出这种事情，你叫我怎么原谅？恭喜林太太怀孕了。
谢谢医生。书里你看，我们有孩子了。宝宝，妈妈现在该怎么办？等回去后，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爸妈，他们一定会。你觉得发生了今天这件事，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为什么不能？裴景轩，我们离婚吧。不可能。你以前不是说，不管我提什么要求，你都会答应的吗？除了这件事，其他的我都可以答应你。可我只有这一个要求。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孩子最重要。你怎么来了？昨天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舒丽怀孕了，我要在家陪她。你说什么？这笔钱算是我对你的补偿，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了。那我们这4年算什么？你说过要和周淑丽离婚，和我在一起的。裴氏和周氏最近有好几笔生意在谈，我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和舒丽离婚。所以你和我结婚，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周家的项目，是吗？这是周裴两家下季度的项目合作文件。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离婚的事，你再想想吧。舒丽，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他都同意离婚了。我最后说一次，我是不会和舒丽离婚的。没有其他事，你可以走了。裴景轩，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心甘情愿的和周淑丽离婚。我们谈谈吧。我不想谈。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和景轩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吗？我和景轩在一起4年了。去年你们5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去国外出差，而是来陪我。我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真心对你，你为什么？真心能值几个钱？就因为你是周家大小姐，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让我让着你，什么东西都是你得最好的。但是凭什么？我不服，只要是你的东西，我全都要抢走。我从未想过要和你争什么。少在这里假惺惺，当初明明是我先遇见景轩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嫁给景轩的人怎么可能是你？可当初我和景轩结婚时，你明明是祝福的。祝福那都是演的，我一定会把景轩从你身边抢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宋小姐，找我什么事儿呢？找几个人好好伺候他，最重要的是把他肚子里的孩子给我做掉。另外，你们要想办法告诉他，指使你们做这一切的人是裴总，明白吗？明白。这件事我不希望有任何的风声走漏。宋小姐放心，我们一定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么晚你推着行李要去哪里？既然已经决定离婚，那我再住在这里也就不合适了。我不同意离婚，你哪里也别想去。孩子我会自己抚养，你如果想来看他，我不会阻拦。周淑丽，你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听见了，可那又怎样？裴景轩，你放我出去！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离开我10半步。裴景轩，你放我出去！裴景轩，裴景轩，你放我出去！裴景轩，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我？2天时间够你想明白了，还要离婚吗？等了2天，终于让我等到了。马上去查监控，去给我查一查周淑丽去哪里了。这么好的姿色，我可不舍得和别人分享。你是谁？你要干什么？裴总特意交代让我给你个教训，小美人，你最好老实点。裴景轩，我恨你！你醒了？沈公子怎么会在这里？周大小姐，这里是我家，我当然会在这里。你说什么？我看见你浑身是血，晕倒在路边，怕出事，便将你带了回来。我的孩子，我的私人医生努力过了，孩子没保住。裴总特意交代让我给你个教训，小美人，你最好老实点。裴景轩，你好狠的心！听说裴总到处找你，需要我告诉他你在这里吗？不要告诉他。那你好好休息吧。沈总，听说沈家正在和裴家争一块地的开发权，我有办法帮你。条件是什么？搞垮裴家。宋小姐，人跑了。你说什么？让人给跑了？真是一群废物！宋小姐，放心，她逃跑的时候一路上全是血迹，我敢保证，她肚子里面孩子绝对保不住的。我让你说的话，你说了吗？说了，我动她之前就说了。周淑离就不信你听到了这句话还不死心。裴总，太太已经失踪半个月了，我们还要继续找吗？那块地皮马上就要招标，周家必须站在我这边，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把周淑丽给我找到。是，裴总。周淑离，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周小姐，明天就是招标会了，我需要你作为我的助手出席。好。周小姐为什么不直接回周家，
让周董帮你，而选择和我合作呢？周家人眼里只有利益，想要他们帮我，我自然要先找到一个比裴家更值得合作的人。这半月你去了哪里？还是说你这么快就爬上了沈于白的床？裴总，从今天开始，周家再也不会支持裴家，你我从此再无瓜葛。裴景轩这样的人，不值得你为他牺牲这样。以后不会了。裴总，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先去坐着吧。那么会议现在开始啊！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市西城区30地皮招标会。我是沈氏集团的代表人沈于白。这次30地皮的招标会，不管是从人力资源、财力，包括权势，我们裴氏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这次30地皮招标会，我们势在必得。我宣布，2023年金市西城区30地皮中标的公司是沈氏集团。恭喜！多亏了你的功劳。周淑梨，我有话和你说。我在路边等你。好。你想说什么？你和沈于白多久了？什么意思？要不是之前早就勾搭上了，沈于白怎么会帮你隐藏行踪？现在还和他一起出席招标会。裴景轩，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无耻。就这么说不得？裴景轩，你真的变了，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难道你没变？我不管你怎么想，但我和沈于白之间是清白的。另外，如果你仍然不同意离婚，我会直接向法院起诉离婚。我们走吧。哭过了。总归是自己爱了6、7年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做到无动于衷？既然已经决定斩断过去，不如我带你去放松一下。去哪里？到了就知道了。好。景轩，你怎么来了？之前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刚刚得知裴氏输了这次的招标，你难道就不想报复周淑梨吗？不必了。为什么你还是要站在周淑梨那边？我不甘心。坐。你说带我放松，就是来这儿？嗯。来瓶酒。好的，稍等。今晚你想喝多少，我都奉陪到底。我保证让你一次性发泄掉心中所有的不开心。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好，那就当庆祝今天招标成功。来，来。好。
你这样喝很容易醉的。我以为周小姐明白。沈总不是说带我来放松的？我能问一句，你和裴总之间发生了什么吗？啊，如果这个问题太过冒犯，你可以不说。没什么不能说的，他出轨了，对象还是我的好闺蜜。传闻裴总和周小姐感情深厚，没想到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周小姐，今天的记我账上。站住！站住！怎么了？上次绑架我的人在那辆车里。我让人去查。长滩酒吧刚刚驶出一辆网约车，去查一下上面的乘客去了哪儿。放心，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不想接就不接。总要听听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有话直说。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不会再回去。周书理，你别忘了我们还没有离婚。明天我就会去法院诉讼离婚，离不离婚不是你说了算。如果你真以为这样就能离婚，未免太单纯了点儿。什么意思？你先回来，离婚的事情我可以慢慢和你商量。如果我不呢？那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婚。怎么了？裴景轩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抱歉，我先离开了。我送你。什么事？宋小姐，我刚才在酒吧看见周淑梨，她好像认出我了。你说什么？不过你放心，我现在已经离开酒吧了，没让她找到我。这段时间你去外面躲一躲，等风头过去了你再回来。怎么是你？景轩，我这次来是跟你道歉的。那天在酒店里戳穿，是我不好。宋雅琪，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以后也不用来找我。这次我是真心的。你叫我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看你们两个在门口偷情吗？我没有叫他过来，是他自己过来的。舒梨，我今天来是向你和景轩道歉的，是我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我。他说的没错，是我和他对不起你，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们一人一句对不起，就要我原谅，凭什么？舒梨，我们10几年的感情，你忍心就这么放弃吗？还记得你上次怎么和我说的吗？你说你会不计一切代价抢走裴景轩，现在我不要他了，你随时可以和他在一起。现在我不要他了，你随时可以和他在一起。你和他说了些什么？我只是告诉了舒梨，我们4年前就在一起了，其他的我什么也没说。舒梨，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不管你原不原谅我，我都会把你当做我唯一的好朋友。我想说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舒梨，我们现在可以谈了吗？可以。我和宋雅琪已经断了，只要你答应不再提离婚，我可以保证这类事情永远都不会再发生。如果那天我没有发现呢？什么？如果那天我没有去酒店，你们还打算背着我多久？
那你这么坚定的要离婚，就没有其他心思吗？你想让肚子里的孩子跟谁姓？沈于白吗？孩子早没了。你说什么？当初你指使人将我绑进废旧仓库侮辱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个结局。什么绑架你？明明是你自己做的事情，现在却又在这里装无辜。裴景轩，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这些事情我根本没做过，我为什么要认？你把话说清楚。我从家里跑出去那次，刚到停车场就被一个男人迷晕，带到了一个破旧仓库。他还说是受了裴总指使，要给我一个教训。裴总，那难道不就是你吗？我根本没有做这些。刚刚在酒吧我还看见了那个人，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沈总。哪个酒吧？欧罗拉。去查今晚欧罗拉酒吧所有入场人员的信息。裴景轩这样大张旗鼓的去查，难道事情真的不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至于结果出来之前，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待着。不用了，我不会再和你。我是客卧。舒离，怎么了？景轩，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我还在公司加班，今晚不回来了，你早点睡。景轩，帮我！景轩，我怎么听到了雅琪的声音？应该是你听错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应该是你听错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雅琪，你回国了？对呀，我特意回国来给你过生。生日礼物，雅琪特意陪我去买的。谢谢你，雅琪。不用客气，快打开看看。好。这不是我上次和你说的那款项链吗？可是它会不会太贵了？上千万的项链。只要你喜欢，再贵也值得。看，是姐妹同款。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我是看这个款式真的很好看，所以我给自己也买了一条。你不会嫌弃我和你有一模一样的项链吧？怎么会？我们戴同款，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来，我给你戴上。雅琪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品牌的吗？怎么还会花这么多钱买这条项链呢？2条，雅琪那条项链也是景轩买的。原来一切都有踪迹可循，以前是我自己太蠢了。沈总，昨天酒吧的那个人
我找到了。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审视。我马上过来。正好可以来吃早餐了。我有事出去一趟，早餐就不吃了。什么事这么重要？沈总说找到了那天绑架我的人。好，我和你一起去。沈总，饶了我吧！我做这一切都是受你指使的，沈总。周小姐，对不起，我上次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是谁支持你绑架舒离的？周小姐，求你放过我吧！我告诉家里的人是谁？是谁？支持我的人是宋小姐，根本不是什么裴总。宋雅琪。对，就是他。你说什么？是宋小姐让我绑架周小姐，还让我把她肚子里的孩子弄掉，还说是裴总干的。看来裴总这选小三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啊。这是我和舒离的家事，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你想我怎么处理李超啊？自有法律给他惩戒，把他送去警局吧。好，舒离，事情现在都已经弄明白了，根本不是我指使的，你是不是可以原谅我了？事情虽然不是你直接干的，但总归起因还是你。裴总说这话脸皮也太厚了吧。沈于白，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裴总这是恼羞成怒了？你够了，我想一个人静静。那时裴景轩明明还把我关在家里，又怎么会找人来绑架自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还好吗？我没事。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怎么会没事啊？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当你的倾诉者。沈总，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虽然我们接触不深，但我已经把周小姐当作朋友了。而且我刚才说的话并不是客气，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说了，我都可以听。以后我就叫你舒离，你也直接叫我于白，好不好？好。那你现在知道了真相，还想报复裴景轩吗？还想报复裴景轩吗？如果那件事不是裴总做的，你和他之间还是可以坐下来慢慢聊一聊的。只是不知道那个宋小姐，你想怎么办？就算那件事不是他做的，可事情的起因还是他。至于宋雅琪，我还没想好。好，只要你还想继续做下去，我都奉陪到底。谢谢。那现在我送你回去吧。好。谁让你进来的？景轩，你今天怎么才来上班？我等你好久了。我正要找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找我干什么呀？李超，你认识吗？我不是昨天就让他出国去了吗？景轩怎么会知道他的？我不认识。真不认识？不认识。李超今天已经把所有的真相都说了，你居然还在这里装无辜。宋雅琪，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的手段这么毒了？景轩，你在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我会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来我办公室。把他送去警察局，叫人在里面好好照顾他。是，裴总。景轩，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而你现在却要将我送……够了！我们之间的一切不过是你一厢情愿。
舒离会明白的。裴景轩，你以为这样周淑离就能原谅你了吗？你不要太天真了。周淑离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对于背叛他的人，他绝不会原谅。带走！裴景轩，你会后悔的。什么事？我已经把宋雅琪送去了警察局，以后她绝不可能再做伤害你的事情。我知道了。现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你可以原谅我了吧？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是宋雅琪一个人的错吗？难道不是？如果出轨的人是我呢？如果是我和其他男人背着你睡了4年呢？你敢？哼！你看，你自己都接受不了，凭什么要我原谅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把我放下来吧。刚看见你睡着了，想着抱你进房间睡觉的，却没想到把你弄醒了。抱歉啊。没关系。早点去睡吧，明天还要和招标公司洽谈合约，有的忙呢。他已经帮了我很多，我也是时候搬出去了。什么事儿？沈总，刚刚收到消息，昨天宋雅琪被裴总送去了警察局。想办法和里面的人打打招呼，把他放出去。是。裴景轩，我倒是没想到，你对他的动作这么狠。早上好。早上好，正好吃早餐吧。我打算明天搬出去住。怎么突然想搬出去啊？是这里哪里不好吗？我已经打扰你很久了，更何况我不想裴景轩误会什么，以此来拖延离婚的事情。好，我尊重你的决定。裴总 ，QC 首席执行官琳达女士寄来的婚礼请柬到了。知道了，你出去吧。是。琳达的婚礼请柬到了，婚期是下个月。所以呢？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不必了，我会单独向琳达表示我的祝福。难道你要让琳达失去对婚姻的信任吗？婚期什么时候？下班后我去接你，到时详谈。好。
周疏离，我们之间的牵绊那么深，怎么可能是你一句离婚就能全部抹去的？怎么了？一个朋友要结婚了，邀请我和裴景轩去参加婚礼。什么朋友？很重要吗？是以前我们在国外认识，当初我和裴景轩结婚，我的婚纱就是他设计的。很早之前我们就和他约好了，以后他结婚，我们会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晚？请柬呢？婚礼这个月月底在国外举行，周末我们一起去商场看看送什么礼合适。可以。出门的时候你记得把户口本带上，我们顺便去把离婚证领了。离婚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那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裴景轩，你还爱我吗？当然爱。可是我不爱你了，我的爱意已经被你耗尽了，我爱不动。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好聚好散不行吗？你想要好聚好散，可我偏不。哪怕我们就这样纠缠一生，你也别想离婚。还有，不管你现在和沈于白想要谋划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曾经那么相爱的我们，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周疏离，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联系周氏的人，只要他们能让沈氏丢掉30地皮这个项目，在以后的合作中，裴氏愿意让利3%。裴总，你这样做，夫人不会生气吗？现在是他和沈于白要联手对付裴氏，我自然要采取对策。是。周疏离，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的。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我送你回去。不用了，等下我还有点事情。好，那你路上小心。再见。我已经把宋雅琪送去了警察局，以后她绝不可能再做伤害你的事情。你不是被景轩送去警察局了吗？很震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想干什么？我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难道你不应该付出点代价吗？这一切，难道不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我自己的选择。你赢了，自然可以这么说。但现在你在我手里，我想怎么折磨你，就怎么折磨你。你难道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我都已经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该怕什么？啊，对了，你想知道是谁放你出来的吗？是沈于白。周书理，我看你的眼神是真的不太好。你以为沈于白是真心要帮你，但其实他只是想要利用你，
对付景轩而已。沈于白派人放我出来，还想让我嫁祸到景轩身上，可我偏不。我就要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痛不欲生。就算我被利用了，那你呢？哼，只要能让你不好过，我心甘情愿的被他利用。你就这么恨我吗？我们之间10几年的感情，你真的一丝一毫……不要跟我提以前，我说过，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一定会把景轩从你身边抢走。可为什么到现在，他心里偏向的还是你？既然我得不到，那我宁愿毁掉。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快死掉的。我们的折磨从明天开始。什么事？裴景轩，你把舒离弄哪儿去了？你在说什么？今天一早上，舒离就没有来公司，我去他住的地方找了，也没有人。不是你把舒离弄走了，难道还是他自己不见了？周淑离不见了？哼，你少在这里装。裴景轩，我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舒离都不会再回到你身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进来一趟。派人去查周淑离的行踪。是。你居然还想跑！我昨晚和李超的几个兄弟们商量了一下，他们很乐意为李超报仇。你想干什么？你等会儿就知道了。给我起来！裴总，不好了！我查到监控，夫人昨晚被宋雅琪绑走了。你说什么？宋雅琪什么时候从警察局里出来的？我不是叫里面的人好好照顾她吗？具体情况我还没有查到，但是夫人已经被宋雅琪绑走1晚上了，会不会……就算是掘地3尺，今天也必须找到周淑离和宋雅琪。是。你来干什么？舒离迟迟不接电话，我自然是来找你要人的。我已经查到了舒离的下落，不用你操心。既然我们的目的都是找到舒离，为什么不能联手呢？和你联手？谁知道你背后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裴景轩，你现在赶过去，只怕能正好看见周淑离和其他男人厮混，那场面一定很好看。李超上次没得逞，这次你们可不要让我失望了。宋小姐放心，我们一定好好伺候她。宋小姐放心，我们老大就是栽在她手里，一定要给她个教训。
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赏。周书礼，不要太感谢我了。我特意带了迷药，要不给他喂点？可以。当初大哥就是栽在了他手上，我们可不能真的把自己连累进去。只要你们放我离开，宋雅琪给你们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们3倍。如果你们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给我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把钱送来。你忘了老大是怎么出事的吗？我们现在放了他，他出去就会报警。你说的没错。让小姨好好宠幸你。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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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轩，书离，你谁呀？败坏小爷的好事儿，滚！还好吗？这里交给你处理。是。我们到家了，没事了。我要洗澡。好。好好睡一觉，所有事情都过去了。嗯。没想到最后赶来救我的，居然会是你。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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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噩梦了。没什么，你放心，伤害你的人我都已经解决了，宋雅琪我也不会放过。谢谢。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酒店？现在到处都是监控，只要我想查，自然能查到。琳达的婚礼，我们只怕是去不了了，但我准备了礼物送过去。嗯。宋雅琪有和你说过她是怎么出来的吗？沈玉白派人放我出来，还想让我把这件事嫁祸到景轩身上，可我偏不，我就是要你知道所有的真相，痛不欲生。没有。没有也没关系，我总能查到的。舒离，现在只要你愿意回来，30地皮招标的事情我也可以不和你计较。什么意思？以前是我对不住你，但现在我已经……你这么希望我回来，是为了裴氏，还是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你怎么会这么想？这段时间裴氏的新业务开展很困难吧？你还要拉拢周氏的人，达到破坏沈氏中标、洽谈合作的事情。你觉得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带着目的的？难道不是？难道这次
是我想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周书离被裴景轩救走了。你说什么？裴景轩现在派人到处找我，你要想办法送出国。我凭什么帮你啊？我告诉了周书离，是你让人放我出来的。我不是叮嘱过你？沈总，你放我出来的目的不单纯，就应该想到我不会乖乖听话。上车。这2天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工作的事情可以放一放。不必了。宋雅琪现在还没找到，你贸然出去工作只会更加危险。我在外面自己单独租了房子，不一定非得住在这里。裴总，事情的经过都查明白了，是沈于白让人把宋雅琪放了出来。那天在酒店的2个人是李超的小弟，说是想要替李超报仇。动我的人，他们以后都不用出来了。可是他们目前的罪行还不足以在里面。那就想办法让他们够上。是。宋雅琪找到了吗？找到了，他现在和沈于白在一起。和沈于白在一起？地址发过来。是。想问什么就直接问。想问什么就直接问。这件事，你想怎么做？宋雅琪是被沈于白放出来的，我2个都不打算放过。我想先和沈于白谈一谈。你们有什么好谈的？要不是因为他，宋雅琪怎么可能有机会再次伤害你？总要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无论如何我也想不明白，他这么做能得到什么。沈于白和宋雅琪现在在酒店，如果你要谈，我等会儿带你去找他。除了出国的机票，我还要500万美金，否则我现在就把这一切告诉给媒体，让商界所有人都看看平时温文尔雅的沈总背后到底是个怎样小人，到底是个怎样小人。你在威胁我？哼，反正我现在已经跑不掉了，我不好过，那谁也别想好过。疯子。这个时候谁会来找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还不方便暴露，劳烦沈总开个门。舒离，你怎么会在这儿？那沈总又怎么会在这里？宋雅琪在里面，是吗？你怎么突然这么问？沈于白，事情的真相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少在这里装傻。我就不信这么会儿功夫，你就能把一个大活人电没了。裴总想要找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周书离，你还真是命好啊！你本来的生活也不差，是你自己不珍惜，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你不是我，你没资格评判我的人生，更没资格替我做决定。你能和宋雅琪先出去吗？如果10分钟后你还没出来，我会进来。好。你当初为什么那么尽心尽力的帮我？商人利益。你为什么让宋雅琪说是裴景轩放她出来的？自然是为了让你对裴景轩死心。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
不管怎么样，谢谢这段时间的照顾。如果当初不是你救了我，或许我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都谈完了。宋雅琪呢？我让人把她送走了。走吧。等等，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沈玉白？我只是把他当做合作伙伴。那你表现得这么伤心干什么？好吧，以后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以后的事情。这样也好。通知周氏的人，30 DP 的合作取消。沈总，一旦取消30 DP 的合作，周小姐在周氏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按我说的做。是。我倒要看看，周淑离成了周家的弃子，你裴景轩还会像现在这样吗？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爸，发生什么事儿了？沈氏突然要取消和周氏30 DP 的合作，你把沈玉白怎么得罪了？怎么了？我爸喊我回去一趟，我先走了，再见。去查周氏最近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是。抱歉，我来迟了。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当着众董事的面，你好好说说，你怎么得罪沈玉白了？我没有得罪他。你没有得罪他，人家干嘛突然取消合作？周董，周小姐这样，怕是做不了我们周氏的当家人吧？周氏也是我们这些人多年的心血，我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司被一个女娃娃毁掉。我被宋雅琪绑架的事情不能说出来，可除了这个，我和沈玉白之间再无其他矛盾了。招标的时候，你让我们临时改变主意，放弃裴氏，改投沈氏，结果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周小姐，你不打算给大家一个解释吗？就是呀，周小姐，30 DP 的合作一旦取消，你知不知道周氏将近亏损近1个亿？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沈氏重启这次合作项目的。你让我怎么信你？我会在1个月内让沈氏回心转意。时间太长了，最多1周。好，1周就1周。好，1周就1周。那我们就等周小姐的好消息了。爸，对不起，这次是我没做好。淑离，不是爸要在众人面前骂你，而是爸如果不这么做，这群家伙只会更加为难你。我明白。明白就好。爸，既然你来了，我就不必送淑离回去了，我先走了，你们聊。爸，再见。你怎么来了？沈氏要取消合作的事情我听说了，所以呢？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虽然我不了解周氏内部的具体运作，但大致和裴氏不会相差太多。董事会的那些招数我看了太多，他们有为难你吗？有爸在，他们为难不了我。也是，爸那么疼爱你，
肯定会站在你的背后支持你的。今天怎么忙到这么晚？我才升职不久，自然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认真努力才行，不然下面的人不服怎么办？要是受了委屈，记得和我说，老公给你出气。万一要是我做错了呢？那我不管，你是我老婆，不管你做了什么，我都支持你。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你都替我收尾。想什么呢？没什么。既然没事了，我送你回去吧。你在外面租的房子退了，直接搬回来住吧。不用了，我今天回来只是为了拿一些东西。你说什么？裴景轩，我们的这场婚姻早已经走到了尽头，你为什么始终就不肯答应离婚呢？如果先前我认为你是为了两家的合作，可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早已说明我之前错了。可除了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理由一直抓着这段早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不放。因为我不甘心。你不甘心什么啊？难道当初不是你和宋雅琪先背叛我的吗？你只看见我和宋雅琪背叛了你，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和宋雅琪在一起吗？就算你是有什么苦衷，那你……我没有苦衷。那你为什么？裴景轩，如果你一直不把事情说清楚，我还是会一直坚持离婚的。因为你不能生。你说什么？婚检时你被查出先天性不孕不育，我不想让你看见糟心，害人改了你的婚检结果。我不信。我拿着当年的结果找过很多专家医生，可他们都说没有办法。后来我找了一个老中医，用中药给你调理了一段时间，你的身体才有所好转。所以3年前，你让我喝中药根本不是为了备孕，而是为了调理我的……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去领养。因为我不能生，所以你找了宋雅琪，是吗？不是。那是什么？难道你要说你和宋雅琪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吗？我和宋雅琪从头到尾都不是真的。每次我都会给宋雅琪喂下一粒药，那种药有致幻的效果，梦中的一切都是宋雅琪自己想出来的。裴景轩，你太可怕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留住你，这都是借口。婚后第1年，妈就发现了你不孕的事情，她想让我和你离婚，我不答应。我用周裴两家合作的事情，暂时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可事后，她也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妈只想要一个孙子，不论这个孩子的妈妈是谁。所以你和宋雅琪就是为了安抚妈，我骗了你们所有人。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你现在可以放下从前的一切了吗？我不知道。我可以给你时间和自由，但唯独你要搬出去住这一点，我不同意。和之前一样，你住主卧，我睡客房。
裴景轩在听到沈氏和周氏的合作取消后，当晚就跑去了周氏集团楼下。然后呢？周董和周小姐从大楼走出来后，周董是独自离开的。周小姐和裴景轩一起上车离开了。知道了，继续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过来吃早餐，等下我送你去公司。我想了一晚上，我决定今天去医院彻底的再检查一次。怎么突然想要去医院检查？当初我能怀上一次，说明你给我吃的那个中药是有效果的。我想再去看看。好，到时候我陪你去。妈，下周一我和你爸回国，你记得来机场接我们。好。爸妈下周回国，从医院回来后，我们一起去把你在租房里的东西搬回来，不然爸妈回来看到又要追问。嗯。好了，走吧。周淑梨，家属在外面等候。怎么样？医生说结果明天才能出来。当初你喝了快1年的中药，情况应该会比最初好很多，不用太担心。我们回去吧。爸，爸，您怎么会在这里？爸，爸，您怎么会在这里？来医院做个小检查。您来检查身体，怎么也没和我说一声，这样我也好陪您一起啊。不用那麻烦，我一个人可以。您藏了什么？没什么，肯定是您的身体报告吧，我看看。爸，您怎么会？我没事儿，到时候随便吃点药就好了。怎么会没事儿呢？已经到了晚期，您之前怎么一直不跟我说呢？这些爸一个人能应付，没必要让你也担心。这些爸一个人能应付，没必要让你也担心。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爸一定会没事的，放心。景轩说的对，你不用太担心了。医生有说后续的治疗吗？晚期不能做移植手术，医生说让我来定期化疗就好了。什么时候开始？下周一。那到时候我陪你一起过来。我也一起。好，好。沈总，刚刚查到周小姐和裴总去了医院，路上还遇到了周董。他们去医院干什么？周董似乎是生病了，周小姐好像是去检查身体的。想办法去医院弄到周淑梨和周董的病历。明白。还有其他消息吗？老裴总携太太下周一回国。知道了，你出去吧。是。老裴总回了国，裴景轩身后的助力又加大了一层。看来我得想办法让他们和裴景轩之间产生点误会才行。你也赶快回去吧，裴氏还有不少工作等着你去处理呢。好，爸，我先走了。好，路上小心点。嗯。景轩是个好孩子，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知道吗？我会的，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会做得很好的。你们已经结婚5年了，该要个孩子啦。嗯，我知道了。哎，你们今天去医院干什么？
就随便去做个身体检查。你们年轻人就喜欢熬夜，也的确需要检查下身体了。好啦，您就不要担心我和景轩了，我们肯定都会好好的。喂，我刚给你买了份小蛋糕，那家店的味道一直还不错。等下我要去省市一趟，恐怕没时间接你点的蛋糕了。这样啊，那我让人给你送去办公室，这样你从省市回来就能直接吃了。好。那晚上我还是去接你下班。好，晚上见。什么事？裴总，这是您让我找的下季度和周氏的新项目开发进度表。召集市场部和业务部的人，半小时后在会议室开会。是。沈总，周小姐来了。让她进来吧。是。坐吧。不用了，我这次来只为了一件事情。30地皮合作的事儿，想让我恢复合作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周氏联手我沈氏收购裴氏集团。你说什么？怎么不愿意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对付裴氏？这是我和裴氏之间的私人恩怨，你不需要知道。我认识的沈玉白不是这样的。那我应该是怎样的？传闻沈玉白做事果决，心狠手辣，但你又能在郊外对陌生的我施以援助，这就说明你不用本身……再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裴景轩当初和宋雅琪那么伤害你，你也可以不再计较，原谅他了吗？这件事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事情没有关系。你这么着急的对付裴氏，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你可以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商场利益罢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苦衷啊？我想让沈氏更上一层楼，裴氏自然就是我的拦路石。要是这样，我想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没错。你说的事儿，我要考虑几天。可以，需要一个期限。2天。好。那我先走了，再见。一个是丈夫的事业，一个是父亲的事业，我倒是想要看看你会怎么选。沈总，不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慌张？我们安插在周氏的人传来消息，裴氏在准备2次申请30地皮的项目，同时向招标公司承诺，下季度他们和裴氏合作的所有项目，裴氏都会让你15%。你确定消息准确吗？千真万确。裴景轩，你可真是好手段啊！沈总，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下周一老裴总回来，想办法制造点事情，让他没办法顾及公司的事情。明白。我在过来的路上，下班了吗？刚到停车场。好，我马上就到。今天和沈玉白谈的怎么样？
他给我提了条件，我还在考虑。不用担心，就算沈氏真的不打算让周氏参与这个项目，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帮周氏挽回这个损失的。嗯，上车吧，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才能更好的工作。有景轩在你身边，爸就算是死也安心了。这么晚了，周董怎么会突然想起给沈某打电话呀？明人不说暗话，沈总想要怎么做才肯重新和周氏合作？难道周小姐回去后没有和你说在下提出的条件吗？舒黎是个好孩子，他不告诉我，肯定是希望我不要担心。可我身为他的父亲，同时又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我不可能真的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倒是没想到啊，周董居然也是个慈父啊！沈总，您就不要和我绕弯子了，想要提什么条件，你直说吧。周董确定我提什么条件都能答应？是，只要能保证舒黎在公司的地位，即便我死了，公司那伙人也不敢轻易动舒黎继承人的身份。我要裴氏倾家荡产。你说什么？20年前裴氏不仁，害得我父母被人故意害死。这件事儿，我想周董应该还记得吧？可是当初这件事，裴氏不是已经做出赔偿了吗？哼，裴氏答应赔偿，不过是碍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根本不是真心的。怎么，周董开始迟疑了？自然没有，沈总的目的只是希望裴氏倒闭，而不是裴氏家人怎么样，是吗？是。好，我答应你。舒黎，怎么了？突然很想告诉你，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可以和从前一样依赖我，不要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我很好，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怎么不说了？没什么，只是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以后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依你。如果你知道沈于白的条件，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吗？很晚了，去休息吧。这么久了，我是不是可以回主卧睡觉了？嗯。早。早，我去做早餐，你也准备起来。好。周小姐，不知道我昨天提的条件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提了什么条件？裴总，沈于白，你说清楚，你对舒黎提了什么条件？抱歉，这涉及2家公司机密，我无可奉告。你……裴总，有什么吩咐？去查为了30地皮的事情，沈于白向周氏提了什么条件？是。沈于白，你的胃口还真是大。
怎么了？没什么，工作电话。早餐做好了，你先去吃吧，我换个衣服。好。舒离，好了吗？好了。我先送你去医院拿昨天的检查结果，然后再一起去公司。你也要去周氏？有点事情想和爸商量一下。妈，你怎么现在就到了？国外公司，你爸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我懒得等他了，就先回来了。去，给我准备早餐。妈，疏离公司还有事情，更何况我们2个都已经吃完早餐了。不如这样，我等会儿让人在外面给您买了早餐送过来。嫁进裴家5年，生不出孩子就算了，这么点小事居然都不愿意去做，真以为景轩请你回来当祖宗吗？妈，我娶疏离回来本就是让她享福的。你先去拿报告。以后像做早餐这样的事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事了。我和你爸这么努力的工作赚钱，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生活更好吗？妈，以后您不要在疏离面前提孩子的事情了。我还没问你和雅琪的事情呢，他犯了什么错啊？你怎么非要把他……宋雅琪触及了我的底线，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就算雅琪触及了你的底线，那周淑离生不出孩子，你等她怀孕了以后再解决她也不迟呀。妈，淑离曾经有过一个孩子，所以她并不是真的一丝怀孕的几率都没有。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你先在家好好休息吧。这么早就急着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爸，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忙。怎么了？沈玉白要对付裴氏，还要拉周氏下水，我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一切。这件事他怎么会知道的？你怎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现在周氏集团失去了30地皮的合作，董事会成员肯定会有怨言。为了平息董事会成员的不满，疏离一定会想办法让沈玉白恢复合作。沈玉白一定会借机提条件。我不想让疏离陷入两难的境地。所有事情被他猜得丝毫不差，现在该怎么办？爸，只要您在背后帮我，就算疏离真的答应了沈玉白的要求也没关系，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化解这一切的。景轩，其实昨晚我已经主动的找到沈玉白，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您说什么？爸，您什么时候答应沈玉白的？昨天晚上。如果您是昨天晚上答应的沈玉白，早上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疏离，问他考虑好了没有，要不要答应他的条件？你怎么知道？抱歉，早上沈玉白打电话来时，我替你接了电话。爸，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沈玉白出手了，要提早做好准备。你想怎么做？我爸在国外能给到我们很多支持，具体怎么做，我想和他沟通一下，再和你商量。您看怎么样？我先出去，你们慢慢聊。检查结果拿到了吗？等把沈玉白解决，我带你再去找之前那个老中医，让他再给你开几副中药调养身体。你不怪我们吗？怪你什么？我爸答应了沈玉白的要求，而我虽然没有答应，却也没有拒绝。我知道你很在乎周氏，这不仅仅是你爸半生的心血，也是你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事业。
如果董事会成员真因为30地皮的事情否决你继承人的身份，我想只怕会比杀了你更难受。谢谢你。等马这次结束了，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妈，相信她知道了以后也一定会很开心的。还是先不要告诉妈了吧，万一最后没有怀孕，恐怕只会让妈空欢喜一场。好，都听你的。那我先回公司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我真的还能再拥有一个孩子吗？爸，我刚给你的邮箱发了一份文件，里面是最近沈氏的一些动作，他们想要联合周氏一起搞垮裴氏。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你不用管了。好。沈于白，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要怎么接招。妈，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我有话跟你说。那我先回房了。好。妈，以后您对舒黎的态度好点。想都别想，除非他现在就跟我生个孩子出来。这些是什么？这些啊，都是妈今天想办法弄到的金氏还单身的豪门千金。你看，妈，此生除了周淑黎，我谁也不会娶，我孩子的妈妈也只会是她。这么快就谈完了？以后不管妈跟你说什么，你都不要信。心中有疑惑的话，你就直接来问我。好。我去洗漱。你干什么？赶紧生个孩子，堵住妈的嘴。赶紧生个孩子，堵住妈的嘴。醒了怎么不叫我？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起醒来了。我们昨天不就是这样醒来的吗？公司的事情我已经都和我爸说了，他说所有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我们等着就好。好。沈总，我们的人传来消息，老裴总并没有准时回国，并和裴景轩联系插手了这次30地皮的事情。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手还真是长啊。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周氏那边不用管了，告诉业务部的人，3天之内必须和招标公司商谈完毕，并签下合同。是。沈总，那我们用合作逼迫周氏联手的事情，岂不是不可能了？周淑黎的心不够狠，裴景轩的动作太快了，我们已经失去先机了。医生刚刚说了，只要您好好休息，按时来医院化疗，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公司这么多事，董事会的成员个个都盯着你。公司的事情您不用担心，我一定可以解决的。只要您健康平安，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爸都听你的。爸，舒黎，你怎么来了？爸打电话来说，他拿到了京市南川地产的项目。项目启动的时候，可以把周氏也拉进来，所以到时候就算沈氏不恢复合作，周氏董事会的成员也没有理由再来找舒黎的麻烦。爸，你可以放心了。景轩，替我好好谢谢你爸爸，他这次
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爸，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都是应该的。谢谢。今天我和那个老中医联系了，他让我们明天过去。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顺其自然就好。我知道。那我们今晚再努力。怎么样，医生？裴太太的情况可以调理，只要定时服药，按时休息，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并不是难事。谢谢医生。一日三复，不可偷懒。谢谢医生。这是这个月最后一副了，等年年下班，我再去医院拿。这个药真的太苦了，医生有说我还要喝几副吗？还有最后一个疗程，等全部吃完了就可以停一段时间看看效果了。好吧。这段时间都没有做错事，会不会是……我马上给妈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对，舒黎这次是真的怀孕了。好，我马上回来。除了告诉爸妈，我还要告诉所有人，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舒黎呀，你看，妈，这些东西您怎么就买了？这个消息啊，妈都等了5年，自然是迫不及待就要开始准备了。舒黎啊，以前啊都是妈不好，妈在这里向你道歉了，你原谅妈好不好？妈，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我和景轩好，以前的事我都没有放在心上。那就好，那就好。